如果那个时候人类还存在，必然已经发展成了星际文明。这呢也是第一次用在世的人民飞行器帕克博士提升了人类对太阳的认知。你来到这世上，你要看看太阳，和你的心上人一起走在街上。Hello， 欢迎回到六塔宇宙。那么之前呢，我们是有聊过关于月亮的几个惊天大秘密。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聊一下太阳。那么老规矩啊，提起太阳，最先映入你脑海的是怎么样的画面？那有的朋友可能最先想到阿波罗，是太阳神阿波罗。那有些朋友可能想到后羿射日，后羿射日。还有更多的朋友也是想到阿马特拉斯这个日本的天照大神啊。自古以来，和月亮一样，太阳呢也是出现在各种文学作品中的常客。唐有太白剑客，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看出来他很爱好旅游。宋有陈斋先生，接天莲叶无穷碧，日照荷花别样红，说明他很喜欢花花草草啊。还有我们的刘大学者，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暗示了他感情方面的无常和纠葛。当然还有我们从小就朗朗上口的这一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那这个希腊神话中呢，代表太阳的光明之神阿波罗和这个代表月亮的女神嫦娥不对，是阿尔特弥斯，他们呢是一对姐弟。那60年代美国的登月工程为何要取名为阿波罗计划，而不是 Artemis 计划呢？那么这里有一个说法呢，是由于当时冷战时期苏美太空军备竞争，当时的苏联人呢，加加林率先成为了第一个进入太空的活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美国输了。而传说中阿波罗曾用尖剑杀死巨蟒，为母亲报仇，所以呢，美国用了这种有仇必报的精神来命名登月计划。因为按照美国人的逻辑嘛， You Russian her Chinese, me nervous. 但是美国人真的是非常高兴自己能够登上月球，所以呢，在上面开始蹦迪其实比起月亮，太阳呢自然会谜团更多，因为人类根本就无法接近它。所以呢，关于太阳的各种数据呢，都是科学家用数学推算出来的。那么对于真正的太阳呢，可以说人类还是知之甚少。我们都知道太阳是巨大的，是壮观的，是一切生命能量的来源，同时呢，也有着分分钟毁天灭地的力量。那在电影《流浪地球》里面呢，人类为什么要带着地球跑路？那就是因为算出这个太阳它要暴走了。这个呢学名叫做氦闪这一暴，太阳系基本一瞬间灰飞烟灭。当然这其中呢虽然是有科幻的成分，但是事实上太阳什么时候会暴走目前的人类呢是很难预测的。我们来看一段太空观测器的实拍影像。太阳时不时随机的把这个巨大的能量向外喷射出很大的范围，甚至超过了自己的直径范围。大家想想，如果地球在这个射程范围之内，那会发生什么？那就是会发生尼古拉斯凯奇拥抱老父亲的场面。注意，前方高能，不，前方核能，前方太阳爆炸。面对这种绝对的压倒性的力量，你是否也曾感到过颤抖？那太阳呢，每秒辐射到地球的能量总和是人类1年消耗总能量的3万倍以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射地球1秒，
可以供整个地球社会免费用电3万年。然而，这也只是它每秒辐射出的能量的20亿分之一而已。只要人类能够更加高效地利用太阳的能量，那人类呢也将更快地进入下一个纪元。所以呢，我们的马斯克他不仅发火箭，而且还搞太阳能。那我们知道太阳位于太阳系的中心，占据了太阳系总质量的99.9%，其他的各种金木水火土包括地球，加起来才有1/1000。其实呢，太阳也不是静止的，它是在围绕着银河系的中心旋转，并且是带着太阳系的一家老小在动公转的周期约为，注意了，至少是2亿年以上。同时呢，太阳离我们的非常远它离地球的距离呢是太阳直径的108倍，而太阳的直径呢又是地球直径的108倍。由于太阳离我们真的非常远，所以我们的夸父到死都没有追上它，真是一个悲哀的故事那么我们的科学家推算呢，太阳的寿命大概是100亿年，现在大概是46亿岁，正值壮年所以呢，我们人类真是赶上了个好时代。太阳正好不温不火，持续的发光发热，生命需要的能量它都给得刚刚好，既保持你的温暖，又不热死你，是吧？那我们知道，之所以它能够这样持续不断的发出巨大的能量呢，是因为太阳的内部一天到晚不停歇的都在核聚变，也就是每分每秒都有无数颗氢弹在爆炸。那么呢，大约60亿年后，太阳内部的氢元素会全部消耗殆尽，核心将发生坍缩，温度持续上升，开始呢把这个氦元素聚变成碳元素，然后太阳的外层将膨胀，最终外层将延伸到地球或者火星目前的运行轨道处完成从一颗黄矮星变成红巨星，然后最后再变成白矮星的过程。那这个时候呢，地球呢也基本变成了一颗煤渣呀。不过呢，大家也不用担心，如果那个时候人类还存在，必然已经发展成了星际文明。对于太阳的灭亡呢，肯定有各种备用方案。只是我感觉用我们现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知识，试图来猜测太阳100亿年的寿命，会不会有点 too young too simple 然而，人类的技术发展到今天，终于有了近距离接触太阳的机会，那就是 NASA 2018年启动的触摸太阳计划。同年这个探测器呢已经发射成功。可能大家会想这么一个问题：太阳光跑这么远照到地球上，那到了夏天我还热得不要不要的，那你如果跑到太阳旁边去，岂不会是1/1000秒被气化？其实不然，因为宇宙空间基本是真空不导热，太阳的温度虽然高，但是不等同于传到你身上的能量，也就是体感温度。打个比方烧红的铁水有好几千度，但即使你很接近，也不会被烫伤，因为它的热没有传导给你。那我们平常感觉到的热呢，其实是太阳辐射波把能量传输到地球之后，加热了地球上的空气，才让我们感觉到了夏天的酷暑。这呢，同时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山顶空气稀薄，它会更冷，然后还积雪。咱们回过头来说说这2018年发射的太阳探测器尤金·帕克号，这个可是非常非常厉害。这呢也是第一次用还在世的人名来命名宇宙飞行器，可见帕克博士的贡献之大。简单的说呢，它是提升了人类对太阳的认知，还有他不畏强权、坚持真理的科学精神。以后有机会可以另外介绍一下这位当代巨人。尤金·帕克号可以说是聚集了当代人类各种最高科技，特别是材料科学方面。我们知道呢，要搬东西去遥远的太空，首先就是要尽可能的轻。可怜的云天明就是因为身体太重，只能被发送大牢。那其次，你要去太阳，肯定要最大限度的抵抗高温。那技术上的具体细节呢，这里就不深究了。总之，这次计划呢是集合了1137002位相关人员的智慧和努力，为了去探索我们生命之源的太阳，人类再一次整装出发。预计飞行7年后到达太阳表面。那这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势必又将改变人类对太阳的认知。
也许会遭遇把太阳作为跳跃据点的外星文明，也许碰到虚拟世界地图程序上的边缘 bug。无论怎样，这都是一次值得全人类期待的伟大工程。那么最后呢，帕克号上还有一枚彩蛋哈，它装载着一枚芯片，上面刻录了尤金·帕克在1958年发表的太阳风论文，以及这一次超过100万工作人员的名字。那么在帕克号完成任务之后，会坠入太阳，带着人类虔诚的汗水和祈祷，伴随着一种牺牲主义的科学精神，最终化为原力的一部分。这又是一件多么浪漫的事情啊！那么2025呢，就在不远的前方，帕克探测器会传回怎么样颠覆人类认知的信息，让我们拭目以待。